宇宙有一部终极剧本，而大撕裂是其中最暴力的结局。想象一下，当暗能量像一头失控的野兽，不断加速撕裂时空本身，整个宇宙将经历一场从宏观到微观，从星系到原子的逐级崩塌。这不是缓慢冷却的热寂式死亡，而是一场从90亿年后开始的无法阻止的解体式的末日狂欢。星系会像被无形的手撕成碎片，恒星会在暗能量的狂潮中熄灭，行星会在电磁力被突破的瞬间四分五裂，而原子，这个我们身体和世界最基础的组成单元，也将在强合力的最后防线崩溃时分解成更基本的粒子，最终连时空本身都会在暗能量的撕扯下断裂。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基于真实观测数据推导出的物理结论。这是宇宙暴尸假说，一个让天文学家夜不能寐的宇宙终极命运图景。让我们从头开始，一步步走进这个令人窒息却又引人入胜的宇宙故事。故事要从1929年说起。那一年，一位名叫埃德温·哈勃的天文学家，在加州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圆顶室里，透过那架著名的胡克望远镜，凝视着遥远星系的微弱光芒。他原本只是想测量这些星系的距离和速度，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改变人类宇宙观的惊天秘密。那些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而去，更准确地说，宇宙正在膨胀。哈勃的观测表明，几乎所有星系都在远离地球，而且距离越远的星系，退行速度越快。这条关系被称为哈勃定律。它告诉我们，宇宙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舞台，而是一个正在不断扩张的鲜活生命体。当时的人们，包括爱因斯坦在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宇宙是静态的。所以，当爱因斯坦在1917年建立广义相对论时，他不得不引入一个宇宙常数来对抗引力导致的宇宙收缩，保持宇宙的平衡。哈勃的发现让爱因斯坦承认，引入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更让科学家们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在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后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一直以为这场膨胀正在减速。他们认为，引力虽然会让宇宙继续膨胀，但膨胀的速度应该会逐渐变慢，就像你把一颗球向上抛，它会越飞越慢，最终在引力的拉扯下掉头下落。宇宙也是这样，虽然现在在膨胀，但引力终将减缓这种膨胀。这种想法听起来非常符合直觉，也很符合物理学的基本逻辑。所以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家们都心安理得地认为，宇宙的膨胀正在减速，未来的宇宙会越来越冷，星系会越来越分散，最终走向一种被称为热寂的平衡状态。然而1998年，一切都变了。那一年，两组独立的天文学家，一组由亚当·里斯领导，另一组由布莱恩·施密特和索尔·佩尔穆特领导，通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测量宇宙的膨胀历史。他们本想证实宇宙膨胀正在减速，却得到了一个让他们难以置信的结果：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正在加速膨胀。这个发现彻底颠覆了人类的宇宙观。为了表彰这一发现，
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在2011年授予了3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写道：这项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但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种加速膨胀？答案指向了一个神秘的存在——暗能量。观测数据显示，我们所能看到和触摸到的一切，星系、恒星、行星、气体、尘埃，甚至质子、中子组成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总质能的大约5%，另外大约27%是暗物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只通过引力效应显现其存在的神秘物质，而剩下的68%则是一种更加神秘的东西，这就是暗能量。暗能量几乎完全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无法用任何望远镜直接观测它，无法用任何仪器直接探测它。它不发光，不反光，不吸收光线，也不与任何已知的物质发生电磁相互作用，但它无处不在，它充盈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在星系之间、恒星之间、行星之间，甚至弥漫在你我之间的空隙里。它不偏不倚，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宇宙之中。它只有一个作用，推动宇宙加速膨胀。这听起来很矛盾。我们都知道引力是一种吸引力，它会让物体相互靠近，那为什么宇宙还能加速膨胀呢？答案在于暗能量的本质，它产生的是一种排斥力，一种与引力相反的作用力。就像在一个充满气的气球里，气球内部的压力会持续向外推挤气球的壁，让气球膨胀。暗能量就像是宇宙这个大气球内部的压力，持续推动着宇宙向外膨胀。最初，当宇宙还年轻，物质还密集的时候，普通物质之间的引力暂时压制了暗能量的排斥力，宇宙的膨胀速度在减缓。但随着宇宙不断膨胀，物质密度逐渐稀释，引力的影响越来越弱，而暗能量的排斥力却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可能还在增强。最终，暗能量占据了上风，宇宙从减速膨胀转为加速膨胀，而且越演越烈。这是一个让科学家们夜不能寐的问题。如果暗能量只是恒定存在，那宇宙的终极命运或许还可以预测，但观测数据暗示，暗能量的强度可能并非恒定，而是在缓缓增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宇宙的膨胀可能正在从巡航模式切换到失控加速模式。而如果这种增强趋势持续下去，宇宙的终极命运将不再是冷冰冰的热寂，那是一种所有能量均匀分布，连温度差异都不复存在的死寂状态。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场撕裂万物的大撕裂。这部末日大片的导演正是暗能量本身。暗能量，宇宙的隐形推手。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位宇宙隐形推手。暗能量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存在，它不像普通物质那样由原子组成，不像暗物质那样由我们尚未发现的粒子构成，它更像是时空本身固有的一种内在属性。想象一下，你站在一片平静的湖面上，普通物质就像是你扔进湖里的石子，它们会在水面上泛起涟漪，聚集在一起，形成涟漪和波纹。而暗能量则像是水本身的特性，
它让水面始终保持着一种向外扩张的张力，推动着水面的每一寸都试图向外扩散。这种比喻可能帮助你理解暗能量的本质，但它只是一个粗浅的类比。实际上，暗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神秘。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就在他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中引入了一个宇宙常数的概念。当时，爱因斯坦想要一个静态的宇宙，所以他在方程中加入了一个常数项，来平衡引力导致的收缩效应。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后，爱因斯坦撤回了这个常数，但现在这个被撤回的常数又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它不是用来平衡引力，而是用来驱动宇宙加速膨胀。问题是，这个宇宙常数究竟是什么？物理学家们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暗能量就是量子真空涨落的体现。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真空并非真正的空，即使在绝对零度的条件下，真空中也会不断地产生虚粒子、对正粒子和反粒子，它们瞬间产生又瞬间湮灭，在真空中留下一丝能量。这些不断涨落的虚粒子对在真空中留下了一种基态能量。如果这种基态能量确实存在，它就可能是暗能量的来源。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根据量子场论的计算，真空涨落产生的能量密度应该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值，但观测到的暗能量密度却小得不可思议，小到只有理论预测的120个数量级之一。120个数量级是什么概念？这就好比你预测一座山的重量是10的60次方吨，但实际称重却发现它只有10的-60次方克重。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物理学家们用物理学史上最糟糕的理论预测来形容这个矛盾。这就是著名的宇宙常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物理学家们提出了第二种解释：暗能量可能不是量子真空涨落，而是一种遍布整个宇宙的新物理场。这种场被称为精致 （quintessence）， 取自古希腊哲学中的第5元素以太。在古希腊人看来，除了土、水、火、气4种元素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轻盈、更纯粹的元素，它充满了天上世界，是天体运动的本源。精致场类似于这种古老的概念，它是一种弥漫整个宇宙的能量场，具有负压强的特性，会产生排斥性的引力效应，推动宇宙加速膨胀。与恒定的宇宙常数不同，精致场可以随时间演化。如果精致场的能量密度真的在增加，那它就可能指向一个比热寂更加可怕的宇宙命运——大撕裂。还有第3种解释，它更加激进，也更加令人不安。也许我们对引力的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也许广义相对论在宇宙尺度上并不完全正确，也许引力在非常大的尺度上会表现出与我们在地球上和太阳系中观测到的不同的行为。这种解释催生了一系列替代引力理论，比如修正牛顿动力学 MOND 和它的扩展版本。这些理论试图不引入暗能量，而是通过修改引力定律来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替代理论都无法像广义相对论那样完美地解释所有的宇宙观测数据。暗能量仍然是解释宇宙加速膨胀的最佳方案。更令人不安的是，观测数据暗示暗能量的强度可能并非恒定。2019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分析了超过2000个 Ia 型超新星的数据，发现暗能量的密度可能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增加。这个发现如果得到证实，将意味着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不是恒定的加速，而是加速度本身在增加。想象一下，你驾驶一辆汽车，如果你以恒定的速度行驶，燃油消耗率是稳定的，但如果你不断踩油门，车速越来越快，加速度越来越大，那燃油消耗率会不断增加。暗能量可能正在做类似的事情，它不仅推动宇宙膨胀，而且推动膨胀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暗能量的排斥力终将超越宇宙中所有的束缚力。星系会被撕裂，恒星会被撕裂，行星会被撕裂，原子会被撕裂，甚至时空本身也可能会被撕裂。这就是大撕裂假说的核心思想。这个假说最早由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物理学家罗伯特·考德威尔在2003年正式提出。考德威尔当时写了一篇论文，标题是《大撕裂的宇宙学》。在这篇论文中，他基于暗能量增强的假设，详细推演了宇宙可能经历的末日场景。这篇论文在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描绘了一幅比热寂更加可怕、更加具体的宇宙终结图景。热寂只是一种渐进的、平衡的死亡，宇宙的能量逐渐均匀分布，一切归于死寂和静止。而大撕裂则是一场暴力解体的过程，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崩塌，步步瓦解。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让我们一步步走进这场宇宙末日剧，看看大撕裂究竟会如何上演。大撕裂假说，一部宇宙末日剧的剧本。2003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考德威尔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论文。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一个大撕裂的宇宙学》，副标题是关于暗能量和宇宙终结的探讨。在这篇论文中，考德威尔基于暗能量密度随时间增加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末日场景。这就是大撕裂假说的诞生。考德威尔提出了一个关键参数，用来描述暗能量的演化特性。这个参数被他称为幽灵因子，用希腊字母欧米伽来表示。如果暗能量是恒定的宇宙常数，欧米伽等于-1；如果暗能量在增强，欧米伽就小于-1。这个参数看似简单，却决定着宇宙的终极命运。在标准宇宙常数模型中，暗能量产生的排斥力与引力形成平衡，宇宙会无限加速膨胀，但物质结构最终会逐渐瓦解，走向热寂。但如果欧米伽小于-1，暗能量密度的增加会产生越来越强的排斥力，这种排斥力终将撕裂一切物质结构。考德威尔计算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结论：如果暗能量真的在以这种方式演化，大撕裂可能在距今大约220亿年后正式启动。
这个数字是基于当时的观测数据和理论模型估算出来的，具体时间可能会因更精确的观测而有所调整，但数量级是可靠的。220亿年，这个数字对于人类短暂的生命来说几乎是永恒，但对于宇宙这个已经存在了138亿年的宏大存在来说，却只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让我们来理解大撕裂的本质。在热寂假说中，宇宙会逐渐冷却，所有能量均匀分布，不再有温度差异，不再有物质聚集，不再有任何有趣的事件发生。宇宙会变成一片寒冷、黑暗、死寂的虚空，温度无限接近绝对0度，但永远达不到。这是宇宙最温柔的死亡方式，它像是宇宙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睡着了，安静的、无声的，没有痛苦，没有挣扎。但大撕裂完全不同，大撕裂不是宇宙睡着了，而是宇宙被活生生地拆解了。这是一场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的逐级崩塌。物质不是简单的分散开来，而是在暗能量的撕扯下彻底瓦解。想象一下，你有一座积木搭建的城堡，热寂就像是这座城堡慢慢地风化了，每一块积木都还在，但它们逐渐被风和水侵蚀成粉末，最终这些粉末被风吹散，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大地上。城堡消失了，但它变成的粉末仍然存在，只是分散了。大撕裂则像是这座城堡被一台无形的绞肉机卷入，不是风化，不是分散，而是被一点一点地撕裂成碎片。这些碎片继续被撕裂，撕裂成更小的碎片，直到最后连分子都被撕裂成原子，原子被撕裂成更小的粒子。这不是简单的分散，而是彻底的解体。在大撕裂的宇宙中，暗能量最终将变得无穷强大，超越所有已知的作用力。宇宙中存在4种基本作用力：引力、电磁力、强合力和弱合力。引力是4种力中最弱的，但它在宇宙尺度上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具有无限的作用范围。电磁力也很强，但它在宏观尺度上通常会相互抵消，因为正负电荷会中和。强合力是4种力中最强的，它把质子和中子束缚在原子核内。弱合力负责放射性衰变和核聚变。在大撕裂的剧本中，暗能量产生的排斥力会逐一击败这些作用力。首先，在大撕裂发生前的几亿年，暗能量会开始撕裂星系团这样的大型结构，然后是星系、恒星系统、恒星、行星，最后是原子和原子核。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一种基本作用力的失败。当暗能量超越引力时，星系会分崩离析；当它超越电磁力时，恒星会瓦解，行星会粉碎；当它最终超越强合力时，原子核会崩解，连质子和中子都无法维持。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但它是基于真实观测数据和理论推导得出的物理结论。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大撕裂假说是否真的会发生，取决于暗能量的演化特性。如果暗能量确实是恒定的宇宙常数，大撕裂就不会发生，宇宙会走向热寂。但如果暗能量真的在增强，大撕裂就可能成为宇宙的终极命运。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宇宙
最深秘密的问题，也是当代宇宙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末日剧本的倒计时很长，220亿年，这给了生命足够的时间去演化、去适应、去寻找出路。现在，让我们走进大撕裂的倒计时，看看这部宇宙末日剧的具体情节。倒计时开始，星系的第一声哀鸣，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大撕裂发生前的2亿年。经过长达220亿年的等待，暗能量终于积累到了临界点。它不再满足于只是推动星系彼此远离，它开始直接挑战宇宙中最大的结构——星系团和超星系团。这些由数百甚至数千个星系组成的巨大结构，在引力作用下绑定了数十亿年，此刻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星系团是宇宙中最大的引力束缚系统。想象一下，你站在地球上看夜空，你能看到的最远的单个天体大约是仙女座星系，距离我们约250万光年，但星系团比这要大得多。侍女座星系团包含超过1000个星系，跨度超过1500万光年，是一个真正的宇宙大都市。在这个尺度上，引力是塑造结构的主要力量。星系团中的星系在引力的牵引下相互环绕，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系统。星系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会让它们逐渐靠近或远离，但总体上仍然被束缚在一起。然而，暗能量正在改变这一切。在引力主导的宇宙中，星系团会保持稳定或者缓慢的演化，但当暗能量的排斥力开始与引力抗衡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首先，星系团中最脆弱的成员开始动摇。那些位于星系团边缘的星系与核心的距离较远，受到的引力束缚最弱。当暗能量开始增强时，这些边缘星系会首先感受到排斥力的影响，它们会开始向外加速，远离星系团的核心，就像一个旋转的摩天轮开始减速，乘客会逐渐滑向边缘一样。然后，这种不稳定会波及整个系统。边缘星系的离去打破了原有的引力平衡，星系团核心的引力无法再维持原有的结构，更多的星系开始加速远离。在短短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曾经紧密相连的星系群开始分崩离析。这个过程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快得多。对于一个观测者，如果他能够活到那个时候来说，他可能会在夜空中看到一幅令人窒息的景象。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会像被无形的手撕扯。银河系是一个包含约2000亿颗恒星的巨大漩涡星系，直径约10万光年。在正常情况下，恒星们沿着轨道有序地绕星系中心旋转，像一个巨大的旋转木马。但现在一切都变了。首先受影响的是银河系最外围的恒星和球状星团，这些天体距离银河系中心最远，感受到的引力最弱。当暗能量增强时，它们会首先被甩离核心，像被甩出的石子一样向银河系外围飞去。然后，这种混乱会波及更靠近核心的区域。渐渐的，银河系的螺旋臂开始扭曲变形，旋臂上的恒星不再沿着原来的轨道运行，而是被暗能量推向不可预测的方向。整个星系从有序的漩涡结构
逐渐变成一团混乱的恒星流，最终银河系会完全瓦解，不再有漩涡，不再有中心，不再有结构。2000亿颗恒星会像一群失去牧羊人的羊，四散奔逃，消失在宇宙的黑暗中。如果此刻地球上还有人类，当然在大撕裂前2亿年，地球应该早已不适合居住，太阳可能已经燃尽了它的燃料。他们会看到夜空中熟悉的景象发生巨变。首先，他们会注意到银河系变得扭曲和模糊，那些曾经清晰的漩涡壁，现在看起来像被拉长的丝带，在暗能量的作用下逐渐散开。然后，他们会看到星座在变形，北斗七星、猎户座、仙后座，这些人类祖先赋予名字的著名星座，此刻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宇宙重构。星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彼此远离，虽然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变化不大，但如果能活几万年，就能明显看到星座形状的改变。这就像宇宙在播放一部倒退的星空纪录片。正常情况下，宇宙的演化是让星系越来越分散，星星越来越远，但这种变化在正常宇宙演化中需要数十亿年才能显现，而在大撕裂前的宇宙中，这个过程被大大加速了。对于一个观测者来说，夜空不再是静态的装饰画，而是一部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宇宙电影。只不过，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毁灭，是终结，是宇宙走向死亡的倒计时。他们会感到恐惧吗？也许会，但更可能的是，他们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毁灭不是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的。暗能量正在以压倒性的力量撕裂一切，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星系团会瓦解，星系会解散，曾经璀璨的星空会变成一片混乱的星流。但这只是开始，因为大撕裂的倒计时还在继续，还有更可怕的场景在后面等着。恒星之死，太阳系的最后光芒，让我们继续倒计时。大撕裂前3个月，这是恒星之死的时刻。经过2亿年的混乱，整个宇宙已经面目全非，星系团早已瓦解，星系纷纷散架，曾经有序的宇宙结构现在变成了一片混乱的星流。但暗能量的狂暴并没有停止，它正在将矛头指向宇宙中第2强大的力量——核聚变。核聚变是恒星的生命之源，在恒星的核心，氢原子在极端的高温和高压下被压缩在一起，融合成氦原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产生的向外辐射压力平衡了向内的引力，让恒星能够稳定地燃烧数十亿年。太阳就是这样一颗恒星，在它的核心，每秒钟有约6亿吨氢被聚变成氦，释放出相当于数百亿枚原子弹的能量。这些能量以光和热的形式向外传播，照亮了整个太阳系，滋养了地球上的生命。然而现在，暗能量正在挑战这种平衡。随着暗能量的增强，它的排斥力开始渗透到恒星的内部。恒星核心的引力虽然强大，但暗能量的排斥力正在逐渐抵消它的效果。对于像太阳这样的中等质量恒星来说，这个过程会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展开。太阳将不再能够维持核聚变平衡。在正常情况下，恒星核心的引力与核聚变产生的辐射压力
处于动态平衡，引力想要压缩恒星，辐射压力想要膨胀恒星，两者势均力敌，恒星得以稳定燃烧。但当暗能量的排斥力开始介入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引力的力量被暗能量削弱，而辐射压力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原本的平衡被打破，恒星开始膨胀。但这不是简单的膨胀，当恒星膨胀时，它的核心温度会下降，核聚变反应会减缓，但外层的氢在压缩下开始聚变，释放出更多的能量，让恒星进一步膨胀。这种正反馈循环会导致恒星经历一场失控的膨胀，太阳会变成一颗红巨星，体积膨胀数百倍，吞噬水星、金星，甚至可能吞噬地球。但在大撕裂前的宇宙中，这个过程会更加剧烈和突然。由于暗能量的排斥力正在快速增强，太阳的核心引力被迅速削弱，核聚变反应不再是渐进的、稳定的，而是突然失控。太阳的核聚变会在一瞬间加速。想象一下，一个熔炉的火焰突然从温和的文火变成失控的熊熊大火。太阳的核聚变会在短短几天甚至几小时内爆发，释放出比正常情况下多数10亿倍的能量。这不是超新星爆发，那是更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方式。但太阳的死亡爆发也足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地球上还有人类，他们将看到太阳突然剧烈膨胀，太阳的表面会变得模糊和动荡，不再是一个清晰的圆盘，而是一个不断膨胀的炽热的云团。它会发出比现在亮数千倍的光芒，但这种光芒是混乱的、危险的，充满了致命的辐射。然后太阳会开始分裂，不是像行星那样被撕成碎片，而是像一颗过熟的果实一样从内部开始崩解。太阳的物质会被抛向太空，形成一层膨胀的气体壳。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太阳系将陷入一片混乱。没有了太阳稳定的引力束缚，行星的轨道会变得不稳定，它们会相互碰撞，或者被抛向太空，或者被膨胀的太阳残骸吞噬。地球如果还存在的话，可能会经历太阳残骸的冲击。当太阳的物质被抛向太空时，它们会像一股毁灭性的洪流，扫过整个太阳系。地球的大气层会被剥离，海洋会沸腾，地面会融化。这将是地球见证的第一个宇宙级暴力事件。但这还远不是终点，因为大撕裂的倒计时还在继续。在大撕裂前1个月，暗能量将挑战电磁力，行星的末日即将来临。行星粉碎，地球的最后一刻。大撕裂前1个月，这是行星的末日。经过3个月的恒星浩劫，宇宙中的恒星系统已经一片狼藉，太阳已经燃尽并崩解，木星、土星等气态巨行星在混乱中被抛来抛去。曾经有序的太阳系现在变成了一团混沌的残骸。但暗能量并没有停手，它正在将矛头指向下一个目标——电磁力。电磁力是自然界4种基本作用力之一，它负责把电子束缚在原子核周围，把原子结合成分子，把分子组装成物质。正是电磁力让地球成为一个固体星球，让岩石保持固态，让海洋保持液态，让大气层保持完整。但现在
电磁力即将被击败。在大撕裂前的最后1个月，暗能量的排斥力终于超越了电磁力的束缚能力。这不是一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起初，行星的结构只是轻微动摇，然后这种动摇变得越来越剧烈。以地球为例，让我们看看这颗蓝色星球将如何迎来它的末日。首先受影响的是地球的大气层，电磁力的削弱意味着气体分子不再被牢牢地束缚在地球周围，大气层会开始膨胀变厚，然后逐渐逃逸到太空中。就像一个气球被刺破后气体快速泄漏一样，地球的大气层会在暗能量的作用下迅速消散。没有了大气层的保护，地球表面会直接暴露在太空的真空和寒冷中，海洋会瞬间沸腾，因为水的沸点取决于压力，而当压力降到近乎为0时，水会在任何温度下沸腾。然后是地壳，地球的地壳是一层薄薄的岩石壳，平均厚度只有约30公里。在正常情况下，地壳在引力和地质作用力的平衡下保持完整，但当暗能量开始拉扯地球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地壳会像蛋壳一样碎裂。一道道巨大的裂缝会出现在地球表面，从2极延伸到赤道，断层线会活跃起来，地震会像烟花一样此起彼伏。整个地球表面会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构造巨变。紧接着是地幔，当地壳碎裂后，地球内部的炽热物质会暴露出来，地幔中的熔岩会喷涌而出，形成巨大的火山，喷发出数十公里高的火山灰和熔岩流。整个地球表面会在短时间内被重新塑造，但这只是开始。随着暗能量的进一步增强，地球不再能够保持其球形，它会在暗能量的拉扯下逐渐变形拉长。地球的2极会被拉长，形成2个巨大的突出部分，而赤道区域则会被压缩。这种变形会产生巨大的内部应力，就像你试图把一个气球拉成椭圆形时，气球会变得不稳定，会在你的手中扭曲和颤动。地球也会在暗能量的拉扯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扭曲。最终，这种不稳定会达到临界点，地球会在一瞬间崩解，不是像电影中那样爆炸，而是像一块被拉断的粘土一样从中间断开。两半地球会继续被拉长，继续断裂，变成更小的碎片。这些碎片会继续被暗能量撕扯，变成更小的碎片。它们会像一条长长的碎片带，在太空中延伸，消失在永恒的黑暗中。如果此刻地球上还有人类，他们将经历一场持续数天的地球粉碎奇观，这会是他们一生中见过的最恐怖也最壮观的景象。山脉会崩塌，但不是向内坍塌，而是向外飞散。大地会裂开，但不是形成峡谷，而是整个板块被抛向太空。海洋会沸腾，但不是慢慢蒸发，而是瞬间化为蒸汽，在太空中形成巨大的云团。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宇宙力量，暗能量。它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没有温度，没有任何我们能够直接感知的特点。它只是一种弥漫在宇宙中的内在张力，却能够撕裂行星，粉碎世界。
这是大撕裂的高潮前夕，因为在大撕裂前几分钟，暗能量将挑战宇宙中已知最强的作用力——强合力，物质的最后防线即将崩溃。原子末日，最后的物质防线，大撕裂前几分钟，这是宇宙的最终时刻。地球已经粉碎，太阳早已熄灭，整个宇宙变成了一片混乱的残骸云。但大撕裂还没有结束，因为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存在——强合力。这是自然界4种基本作用力中最强的一种，它把质子和中子束缚在原子核内，把夸克束缚在质子和中子内部。正是强合力让物质成为物质，让原子成为原子，让世界成为我们熟悉的世界。但现在，暗能量即将突破这道最后的防线。在原子内部，强合力的作用范围非常有限，它只在约10⁻15次方米的尺度上起作用，这就是原子核的尺寸。但在这个尺度上，它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强合力是引力的10⁻38次方倍，是电磁力的100倍。它像一张无形的网，把原子核内的质子和中子紧紧绑在一起。然而，暗能量正在以压倒性的力量冲击这张网。当大撕裂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暗能量的排斥力会超越强合力的束缚能力，这会发生在一瞬间，就像一个气球在超过极限时被刺破，整个系统会瞬间崩溃，原子核会在一瞬间崩解，质子和中子不再被强合力束缚，它们会分解成更基本的粒子——夸克和胶子。夸克是组成质子和中子的更小粒子，胶子则是传递强合力的粒子。在正常情况下，夸克被强合力牢牢地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但现在，这道束缚消失了，质子和中子会像被打开的盒子，里面的夸克会四散飞逃。整个物质世界在亚原子层面发生一场解崩式的解体，这被称为夸克解禁。在正常的宇宙中，夸克被一种叫做夸克禁闭的现象束缚在质子和中子内部，我们无法把夸克单独分离出来。但在大撕裂的时刻，夸克禁闭会被暗能量打破，夸克会变成自由粒子。想象一下，你有一个装满彩色弹珠的盒子，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弹珠被盒子牢牢地困住，你无法让它们单独分离出来。但现在，盒子消失了，弹珠四散飞逃。这就是大撕裂在亚原子尺度上发生的事。但这还不是终点，因为时空本身也在暗能量的撕扯下挣扎。在宇宙的最后时刻，时空连续体，这个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四维结构，会在暗能量的撕扯下断裂。这很难用语言描述，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空中，我们的一切概念和感知都依赖于时空的存在。但可以尝试这样理解：想象一张紧绷的橡皮膜，这张膜代表时空。现在，你用2只手向相反的方向拉这块膜，随着力量增加，膜会被拉长，变得稀薄，最终会在某个点断裂。时空就是这样，当暗能量的撕扯力量达到极限时，时空本身会在某些点断裂。这不是物质被撕裂，而是时空结构本身被撕裂，会出现时空裂缝。
在这些裂缝中，已知的物理定律失效，在时空裂缝中，没有了过去和未来的区别，没有了空间的三维结构，甚至没有了我们理解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超越人类认知的领域。宇宙从一场大爆炸诞生，在那一刻，时空从无限小的起点中诞生，宇宙开始膨胀，能量和物质开始存在。经过138亿年的演化，宇宙形成了星系、恒星、行星，最终形成了生命和智慧。但现在，这场演化走到了尽头。大撕裂不是宇宙的终结，而是时空本身的终结。没有时空，就没有存在；没有时空，就没有物质，没有能量，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意识，没有感知。宇宙从虚无中诞生，最终又回归虚无。但这种虚无不同于热寂中的虚无，热寂中的宇宙仍然存在，只是没有了任何变化和差异。而大撕裂后的宇宙，时空本身都不存在了，连存在这个概念都失去了意义。这就是大撕裂的最终图景。从宏观到微观，从星系到原子，从原子核到夸克，最后到时空本身，一切都被暗能量撕成碎片。这不是一个温柔的结局，而是一个暴力的、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毁灭。大撕裂与热寂，两种宇宙末日的终极对决。在宇宙的终极命运问题上，科学家们提出了几种主要的假说，其中最著名的两种就是大撕裂和热寂。这两种结局代表了宇宙可能走向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最温柔的死亡，一个是最暴力的毁灭。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假说。热寂假说起源于19世纪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中的熵可以理解为无序度或混乱度，总是在增加。熵增原理听起来很抽象，但它有一个简单的核心思想：热量总是从高温处流向低温处，最终达到平衡。当热平衡达到时，就不再有温度差异，不再有能量流动，不再有任何有趣的事件发生。热寂假说把这个原理应用到整个宇宙。在热寂的宇宙中，所有恒星都已经燃尽，转化为冷却的黑矮星、中子星或黑洞。这些残骸会继续存在于宇宙中，但不再发光，不再发热。宇宙的温度会逐渐统一，最终达到绝对零度附近，但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绝对零度。在热寂的宇宙中，黑洞是最后的守望者，但黑洞也会蒸发。根据霍金的理论，黑洞会缓慢地释放出霍金辐射，失去质量。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可能是10的100次方年，甚至更长，所有黑洞都会蒸发殆尽，转化为能量和基本粒子。最终，宇宙中只剩下稀薄的辐射和基本粒子，它们永远不会再聚集在一起。宇宙达到了最大熵的状态，变成了一片寒冷、黑暗、死寂的虚空。这是宇宙最温柔的死亡方式，它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暴力。宇宙只是慢慢的、静静的、冷冷的走向终结，就像一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大撕裂则完全不同，大撕裂不是宇宙睡着了，而是宇宙被活生生地拆解了。这个过程充满了暴力和毁灭，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崩塌，
步步瓦解。在热寂的宇宙中，物质虽然分散了，但仍然存在，原子仍然是原子，质子仍然可能不会衰变。根据某些理论，但在热寂之后，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甚至质子也可能衰变，物质最终会完全转化为辐射。但在大撕裂中，这个过程被大大加速和暴力化了。物质不是简单的分散，而是在暗能量的撕扯下彻底瓦解。星系被撕裂，恒星被摧毁，行星被粉碎，原子被分解，连时空本身都被撕裂。热寂让人感到虚无。当你想象一个寒冷、黑暗、死寂的宇宙时，你会感到一种存在性的空虚，但这种空虚是平静的，是安详的，是宇宙漫长旅程的终点。大撕裂则让人感到恐惧，想象一个宇宙被暴力撕裂的景象，物质被一点一点地拆解，从大结构到小结构，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一切都不复存在。这种末日图景充满了暴力和毁灭，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从情感上来说，热寂像是宇宙睡着了，而大撕裂像是宇宙被杀死了。这两种假说，哪个更可能成为现实？答案取决于暗能量的性质。如果暗能量是爱因斯坦宇宙常数，一种恒定的、均匀的排斥力，那么宇宙将走向热寂。在宇宙常数模型中，宇宙会继续加速膨胀，但物质结构会在引力和暗能量的平衡中逐渐瓦解。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可能需要10的100次方年，甚至更长。但如果暗能量的密度在增加，就像大撕裂假说所假设的那样，那么宇宙的结局就会不同。在这种模型中，暗能量的排斥力会越来越强，最终超越所有作用力，导致大撕裂。目前的观测数据还无法确定暗能量的演化特性。2019年的超新星数据分析显示，暗能量的密度可能正在增加，但这个结果还需要更多观测来验证。欧洲空间局计划在2023年发射的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以及中国计划实施的载人航天工程，都将对暗能量进行更精确的测量。这些观测可能会帮助我们确定宇宙究竟会走向热寂还是大撕裂。但无论哪种结局，有一点是确定的：宇宙不会永远存在。这个事实既是可怕的，也是美丽的。可怕的是，我们所知的一切终将消逝；美丽的是，在这个短暂的时刻，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有机会存在，有机会思考，有机会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这就是大撕裂假说给我们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我们的家园不是永恒的，我们的生命不是永恒的。但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存在的时刻都更加珍贵。宇宙的审判日，我们能做什么？大撕裂假说目前仍是理论预言，它基于暗能量密度可能增加的假设，而这一假设还需要更多的观测数据来验证。科学的发展是谨慎的，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才能接受或否定一个假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暗能量正在增强的观测证据，让这个末日剧本不再是纯粹的科幻，而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物理学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科学推理的必然结论。如果暗能量确实在增强，
那么大撕裂就不是一个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发生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宇宙现实，即使它发生在数百亿年之后。那么面对这样的宇宙命运，人类能做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更多的观测和研究。大撕裂假说的命运取决于暗能量的演化特性，我们需要精确测量暗能量在宇宙历史中的变化，确定它是否真的在增强，以及增强的速度有多快。这需要更强大的望远镜、更精密的仪器、更先进的理论模型。欧洲的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中国的空间站工程，美国计划中的薇拉鲁宾天文台，这些项目都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数据，帮助我们理解暗能量的本质。其次，我们需要发展和保护人类文明。大撕裂假说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宇宙的命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不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绝望。相反，这应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发展科学技术，保护我们的家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如果大撕裂真的会发生，唯一的希望可能是尽早成为跨越星际的多行星物种。想象一下，如果人类能够在银河系中广泛分布，在数千甚至数百万个恒星系统中建立文明，那么即使大撕裂发生了，也总会有一些文明能够在灾难波及之前逃离。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实际上已经在成为现实的路上。SpaceX 的星舰计划，中国的深空探测计划，NASA 的月球到火星战略，这些项目都在推动人类走向太空。我们需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在地球上的文明只是在一个星球上的单点备份。如果我们能够把文明的火种散布到整个银河系，那么即使某个角落遭遇灾难，生命和智慧的火焰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延续。但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太空技术，在和平的前提下探索宇宙，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让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太空探索和基础科学研究。最后，我们需要珍惜当下。无论大撕裂还是热寂，宇宙的终章都提醒我们，在这个浩瀚的时空中，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想想看，在138亿年的宇宙历史中，在无数星系的演化中，在无数次恒星诞生和死亡的循环中，地球上出现了生命，出现了智慧，出现了能够理解宇宙的生物。这是多么罕见，多么珍贵！我们能够思考宇宙的起源和命运，能够探索暗能量的奥秘，能够想象大撕裂的场景，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宇宙在138亿年后，终于有了能够理解它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无论宇宙的终极命运是大撕裂还是热寂，我们都应该珍惜这个奇迹存在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思考，能够感受，能够爱，能够理解这个浩瀚的宇宙，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晚安。